郡城早说过，太守身有要事，请君侯在后片刻。那些灾民已经等不及了，你听听外面的惨叫。凡是心怀百姓的父母官，都不会袖手旁观。我尊你是平阳侯，也算是皇亲，才放你进来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谁对平阳侯不敬，下场就如此狱。区区一个平阳侯，就有这等架势，不是太可笑了吗？区区一个太守，却是这等架势，不是太嚣张跋扈了吗？你来就是要教训我呀？没错，我不但要教训你，还要你立即开仓放粮，要你把囤积在府里的民脂民膏全都吐出来，分给百姓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博古郡太守窦权。对，我不只是这里的太守，我还姓窦，是皇亲。我这皇亲，比你这皇亲可有面子、有光彩多了。就因为你姓窦，就可以把官藏的粮堆到府里吗？看来你这府里的仓库都堆积满了吧？想高价卖出谋取暴利吗？外面饿殍处处，人相食呢，你看不到吗？那又怎样？天旱水灾年年都有，年年都要开仓，那这郡府岂不亏空？这里的事由我管着，你要管事，滚回你的平阳县！大胆！大胆的是你们！平阳侯不过是依仗自己是皇上的姐夫，但是你们别忘，你们平阳侯看到了窦太主还得叫一声姑母，何况太皇太后还在，他就是我的靠山。依你说，权大靠山大就可以任意妄为，就可以为了私利，不管皇上已下旨开仓，你都自作主张吗？是。今天即使是皇上来了，也要念及他老祖母的面子，让我3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想干嘛？杀我？杀我呀！给我杀了他！是否连朕也要让你几分啊？说得真好，权大有靠山，皆可肆意妄为。朕现在就下旨，立即开仓，就从太守府开始。诺。奴婢觉得，既贵为天子，当心系天下，体察民情。这次出宫，真要好好视察。陛下以民为本，奴婢替百姓谢过陛下。你确实不同，明白朕。这萱草就是这样，今早还开得正欢，到现在却耷拉着花骨朵了。朝开暮落，人说这让人忘忧，可是忘忧也是忘情，只怕这是缘尽情逝的意思吧。这寒兰竟然能在寒冬屹立开花不止，还能吐香，足证其坚毅不凡，不可多得。就像他，陛下，冬寒夜冷，要顾惜龙体啊。喝点酒，暖暖身吧。朕曾答应给他的住所种满兰花，这个承诺竟然还没有实现。陛下微服暗访，兴利除弊都快1年了。等冬末粮荒稍缓，或可考虑先回京城。京畿不可长久无主。余下的调动，臣愿请命替陛下分忧，请陛下准奏。好，朕就命你南下调停。臣领旨，必不负皇恩。
吓到你了吧？你也是来拜祭瑞姬的。今日是瑞姬的生祭，不想她寂寞，我过来陪陪她。1年多都没到这里来了，想不到竟一尘不染。姐姐刚才一定费了不少功夫吧？我也曾经照顾过瑞姬，知道她爱美，所以带了些绫罗，准备帮她布置一下生前住过的地方。可惜物犹在，人已废。瑞姬曾教导我说：“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。”皇后之外，其他的妃子都是未经婚仪，算不上妻子的。瑞姬也曾这样教过我。新宠何其多，旧人除了无止境的等待，还能怎么样？谁叫皇帝无情啊？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来拜祭瑞姬了。为什么？下月15就是出宫典，有意出宫者均可上报，由皇上选择定夺。可以上报出宫吗？这是难得的机会，不会常有的。或因天灾战祸，汉宫要克己简朴以酬天；或因嫔妃宫女侍奉久了，宫里要弃旧迎新，才会让我们自己上报出宫。与其长居深宫，盼不来皇上，倒不如趁现在还年轻，出宫和亲人团聚，这样的话还能重获新生。我先走了。什么？出宫？你疯了不成？你叫我们来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个？卫青，你赶快去劝劝你姐姐。姐姐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已经向少府报了名字。是因为皇上回来几天了，还没来看你吗？哎呀，你会不会中了人家的圈套啊？说不定那个什么赵姬，逢人就劝说让人家出宫，好让自己得到专宠啊！你相信他？不信啊！就算他曾经照顾过瑞姬，也必不跟他请后。瑞姬不爱酒，偏爱甘草汤。瑞姬不喜欢艳色绫罗，他根本无心忌瑞姬，只是做个样子罢了。那你明知道这样，还是决定要出宫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必须要走。皇上刚回来，想我走的人已经出手了。我这次不走，还会有下次。自从我入宫以来，后宫就天翻地覆。我若不走，只会平添皇上的烦恼。子夫，你就是为了不让皇上心烦？我一无家室可助皇上，二无寸功可扬圣德，留在宫里只会引来一片酸风度雨，徒添皇上的烦恼。那么如今，我除了离开，还有什么选择呢？我真是看不过眼了。到现在为止，你还是为了皇上，而他回来都没来见过你，真是无情啊！或许皇上不是无情，只是忘情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能安心的做个了断。可怜我千辛万苦要进宫来，你却要走了，那我们嘉儿……子夫走，我也走。母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跟公主说，让她安排你出宫的。哎呀，怎么来来回回一场空啊！哎呀，你不要只是想着你自己好不好？姐姐，你真的舍得吗？不遗憾，不留恋。没有遗憾，只想再见皇上一面，哪怕只远远的看上一眼，也都好。你若真的再想见他一面呢，
也只有出宫了。届时皇上会亲临出宫典。哼，世事就是这样，要留就不能见，想见呢就不能留。留不能见，见不能留。陛下，出宫典明日午时举行，宫人名单在此，请陛下过目定夺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段仆夜快马来报，在长阳5日，梁灾已经得到缓解，请陛下放心。接下来会继续南行，再回长安。你去处理吧，朕就不看了。诺。等朕批完这些奏折之后，今晚就去掖庭吧。臣这就替陛下去安排。皇后驾到！陛下圣安。啊，起来吧。臣妾知道陛下回宫后通宵达旦批阅堆积下来的奏折，所以臣妾亲自备了饭菜，让陛下可以稍事休息。陛下你累了，再这样下去恐怕龙体违和啊。臣妾伺候完陛下用膳后，陛下再忙国事吧。臣妾定不会出声打扰，只盼能陪在陛下身边。好。你还笑，人家就要骨肉分离了。哎呀，能分几天呢？子夫都走了，你还怕公主不让你出宫啊？哎，子夫，这个呢，是在集市上买来的，物虽轻，但情意重，你要挂在身上，记在心里啊。哼，谁要想着你呀？脸皮真厚。易叔叔，谢谢你。啊，我们走了。娟儿，母亲。原来冥冥之中，朕与你早就有丝丝点点的牵连，而如今上苍既然如此安排，看来朕的这个决定没有错。子夫，你注定就是朕的女人，即使前面有艰难阻力，都值得朕把你留在身边。皇后驾到！皇后请安。怎么只有皇后一个人？皇上国事繁忙，无法抽身，这出宫典礼就由本皇后主持。掖庭宫人恪守其责，克勤于邦，遵礼守制，敏惠柔明。今特予赐赏，以慰其劳，犒其功。皇上皇后恩泽后宫，令宫人归其家，复终身，自其阴驾，天自降福。诸位，皇上驾到！陛下晚安。参见陛下。陛下，出宫典礼已毕，陛下劳累，不是说好臣妾代劳就行吗？这些出宫的嫔妃侍女，
或服侍过朕，或曾为朕办过事。今日出宫，朕也该亲临话别。感谢诸位报效皇室，忠心事主。今日出宫归家，祝愿以后诸凡顺遂，自其阴驾，福泽长存。只要你和魏姬脚踏出宫门，本公主给你的赏金，足以令你下半生安枕无忧。子父，你别难过了，出了宫门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敢问陛下，召见奴婢有何吩咐？你为何要出宫？是受了威胁，还是被人为难？但愿听你一句，无可奈何。无人为迫，没被为难，更非无奈。是奴婢自愿走的。为何要走？因为奴婢没有留下的理由。两情相悦不是理由，其遗偕老不是理由，难道名分位尊才是理由？荣华未享才是理由？还是日久情疏才是理由？执君之手，同入宫门；伴君之侧，共赏殿宇。岂怪名分未尊？皇宫衣风十足，日子无忧。岂言荣华未享？天子后宫妃妾百千，能得一朝宠幸，已属万幸。岂愿日久情疏？那你给朕一个走的理由。奴婢一无功名，二无家室，
实在无法帮陛下建功立业。若贪恋至情，令陛下家无宁日，宏图难展，奴婢罪该万死。这么说来，你是为了朕好。可你言下之意，是说朕得靠后宫姬妾之家世，才能稳妥的当个皇帝，是吗？陛下恕罪，奴婢本意并非如此。可你刚才不就是这么说的吗？既然你这么为朕着想，这么一走不就如你所愿了吗？那你刚才哭什么？朕问你，你哭什么？奴婢为何而哭无关弘旨，只求陛下放奴婢出宫。你这么想出宫？好，你回答了朕，朕满意了，自然让你出宫。为什么回答不出来？是舍不得朕吗？抬头看朕。明明舍不得，却决意要走。走了，朕会心安吗？你当朕是什么人？你以为我孤身在外，不会对你怀猜？没想过玉环归在。陛下，若是你记住我的情谊，就不会为着自己无家室，怕给朕添麻烦，说走就走了。都是奴婢的错，奴婢实在不敢相信陛下思之念之，想归来相见的竟然是奴婢。为什么不敢相信？你可知道，每晨更衣，朕便忆起上衣轩中的纤纤玉手，路上清风吹拂，便想到玉河船上的悠悠青丝。夜里抬头看星，便惦记长安城里待朕守护之人。我刚才见你在出宫人队伍之中有多难受，我好想质问皇后，是否是她逼迫你离开？又猜想着，难道是朕回来之后，为了如山的奏折没有及时找你，你就失望要走？你可知道，朕心如刀割。陛下恕罪，你的确罪该万死，但是为了你的眼泪，朕可以免你死罪。只是你轻忽朕对你的宠爱，一定要重重受罚。朕罚你这辈子再也不许离开朕。无论什么理由，即使说什么为朕好，朕也不允许。知不知道？奴婢知道。
退下吧。诺。怎么连药也不喝了？太医令说这种药要一直喝，才可以养好身体啊。好了有什么用？他眼里心里只有那个贱人。那你更要养好身体，才可以再和他斗啊。斗？我怎么斗啊？明明不去，却又去了；明明看不见，都走了，却又回头看他一眼；明明门都开了，那就让他走好了。偏偏白明又赶上了，天都在帮他，我怎么斗啊？若是天要欺我娇儿，我就要同天斗；如果地要负我娇儿，我就要同地斗。母亲一定不会白白让你受委屈。你要争要斗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先养好身体；第二件事，你就是要忍。母亲，你要我去忍一个低贱的歌姬啊？刚才皇上看见那贱人之后，有质问你吗？那倒没有。那不就是了？看来皇上还是顾念这份夫妻情分的。你忍，皇上见你识大体，自然会心存感激；如果不忍，那就军心尽失了。你要好好守候在夫君身边，讨他欢心才是啊。娇儿，如今我们就让魏姬疏于防范，再趁机抓他把柄，这就叫做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。你母亲历尽两朝前庭后宫诸般争斗，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过，还怕对付不了一个无权无势、无谋士的小歌姬？别担心啊。以后，朕要你每日都替朕祭神。陛下后宫姬妾如云，怎能如子夫每日替陛下祭身啊？姬妾虽多，可却只是形势所逼，非朕所要。就如皇后，大家都认为金乌之诺，朕我二人情谊早定。可许诺之时，朕还是个孩童，哪知男女之情？直到遇见你，才知道何谓挚爱深情。陛下，子夫一直有样东西想要给陛下。子夫这一年的心意，全在此丝锦之上。陛下出宫之后，子夫便将思念化作丝线，从抽丝到挑丝，再到织出丝锦，再用丝线将这国土一一绣上。边绣，边想着陛下身在何方，在做何事。这是国谷，盛夏之时，恶殍处处。朕再次开仓赈灾。你说过，儿时曾因天灾流离失所，此乃池养。隆冬之时，漫地飞雪。朕在此发放寒意。夜深人静之时，就想起你首次在宫中过冬，孤苦伶仃，是否能穿暖吃饱？子夫一切都好，只是想陛下。幸好绣着绣着，陛下的天下尽在其中，仿如看到陛下君临天下。君临天下，这天下天灾人祸不绝。这次外巡，让朕对百姓生活之苦体会深刻，所以现在，朕一定要改革朝政，整肃宗亲大臣的歪风败气，拿他们的不义之财来富民强兵，防御外敌。陛下，到那时候，
朕便要与你踏遍九州，到此图上的每一个角落，亲都百姓，和乐富足。那子夫也要在这图上绣一个“和”字，祝我大汉天下和乐富足。好，你既贺朕天下和乐，朕也赠你何场乐剧。陛下，陛下恩准沈家陪在子夫身边，以示厚恩，子夫就不需要。白明在。传朕谕，为子夫填和乐意，绘制兰心，即日起4居兰陵殿。诺。哎呀，这和以前就不一样了，哎，是不是？这回就好了。哇，哎呦，真是华丽呀！哎呀呀！你看，哎，这边，你看，哎呦，真好啊！哎，你看这啊，子夫，这里精致素雅，真与你相称。皇上真是有心思呢。我就说皇上记挂我们子夫，爱屋及乌，连我和易老头都跟着迁进新殿，可见我们子夫多得宠啊！肯定很快就要封夫人了。哟，之前不是说什么帝皇无情吗？你知道什么叫此一时彼一时吗？就知道挑人错处。你呀，先好好读书，长点见识吧。其实我觉得这次啊，还真的是多亏了易叔叔，要不是他送给子夫挂饰，引得皇上回头看，说不定啊，子夫出宫了，皇上也不知道呢。歪打正着走运罢了，而且是借的子夫的运。无论如何，都要谢谢易叔叔。哎，听到没有啊？听到没有？这才像话嘛！姐姐，看我带谁来贺你？段大哥。魏姬，段大哥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从南方回来。听说你之前要出宫。都过去了。这兰陵殿看起来不错，简直是好的没话说。段大人，您回来的正是时候。今天大家啊在这设宴，贺兰陵殿的新主。我们个个都会下厨做菜，今天啊就把自己的拿手菜煮来一同尝一尝。好。段大哥，你也留下来吧。今天啊，姐姐亲自下厨，肯定有咱们俩愿意吃的杏花糕了。如果大哥要不在的话，我可就全吃了。好，难得一回京就有子夫这桩喜事，我就和大家热闹一下吧。好。哎，段大哥，你南巡回来一切可顺利？还算顺利。我刚才进宫把赈灾的事情禀告皇上，皇上心怀大志，要立久安之策，助民解困，决议平抑物价，均粮均赋。这样是好，可是行得通吗？皇上说可行，而且势在必行。只是这旧制年深月久，里面利害关系根深蒂固，阻力也必会极大的。皇上说是均粮均赋，分明是要打击百官利益。说到底，皇上此举还是要掌握朝政，挑战太皇太后。的确如此。如今皇上以疏解民困为理由，太皇太后怜悯苍生，未必会反对。大人，舅父有事吗？臣启来密报，吉安在河南开了粮仓。岂有此理！河南郡太守陈器，那岂不就是窦太主的夫君，唐一侯的亲侄子？吉安也真是够大胆的。陈器已说明粮仓中是军粮，他连军粮也敢动，才叫胆大。吉安不是去河内视察火灾了吗？怎么去河南开仓？谁命他开仓的？肯定是脚趾擅开呀。舅父，你刚才说这是密报，那么皇上可知此事啊？此事皇上应该还不知情吧？那就即刻行动，时恐有变。什么调度困难，纵容贪赃，其实都是在互相包庇。这些宗亲争权夺利，就说是刘家、太皇太后
窦家的，还有皇太后王家，爱到自己的利益时，谁还顾念自己个亲戚？陛下息怒！息怒？这关乎天下安危、百姓生死的事，何以息怒？你们谁都不许再插手！陛下，怎么了？又是谁来求见？要朕体谅这个照顾那个。是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清宅，还有询问。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丞相拟好新政细节没有？陛下，臣等有要事要询。说。不知陛下派业者结案，持节出使河南，可是？什么河南？河内火灾连千户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朕特派结案去视察。丞相是为新政奔走，把地方赈灾抛诸脑后，还是另有深意？臣不敢。只是地方官员报称，结案在河南，持节逼令。河南太守陈器擅发官仓军粮。既然是陛下派齐案去河内，看来吉案在河南的所作所为就是交旨了。臣正是交旨，罪臣吉案，拜见陛下。吉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陛下，臣这次解河内灾民之困后。回京路过河南，见河南水灾缺粮，饿殍遍野，导致父子相食。臣权宜行事，持节发河南仓粟，以赈灾民。陛下，结案既是赈灾，情有可原。结案放的是军粮，陛下，兵法云：军无粮，则必亡。够了！臣大胆，但不能不谏。只恐陛下日后政令不通，军威有损呐。臣应伏法，以挽军威。来人，将吉案下狱戴罪。陛下，一个小小的吉案已能随便开仓，若新政一出，货粮周转，朝廷鞭长莫及。恐怕天下官仓尽开，这政令万万出不得呀！参见陛下。快来快来，陪朕投壶。也不知道今日怎么了，手感极坏。就等你给朕添添运气。小臣的手气哪及得上陛下分毫呢？不过陛下，臣倒有一事要向陛下禀告。说。臣闻说丞相准备向东宫禀报结案开仓之事，以此游说太皇太后力阻新政。陛下，结案私自开仓，兹事体大，如今又涉及到新政，恐怕非议更多。何不？不用说，新政不推，其他事朕也不管了。段宏，传朕口谕，明日不早朝，朝政之事就由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清宅代理。陛下，反正朕做什么都受阻，不如去上歌舞之韵，听丝竹之声。陛下，是子夫琴艺不精，琴音不妙，未能让陛下忘忧解愁吗？要不是你的琴音，朕的怒气早就把朕憋死了。来，子夫。朕还是皇帝吗？陛下为何这么说？帝皇号令天下，
管治百姓。可朕这个皇帝，却连朝臣都管不了，政令连未央宫门都出不了。人难免都会偷安懈怠，让自己过得舒服些。陛下要改革，大家自然心生恐惧，想要固守旧制。但以陛下的才智，有什么能难倒陛下的？是吗？子父初见陛下之时，陛下还不尽了解民情。现在呢，陛下已是多次出巡，体察民情的亲民皇帝了。还是子夫最知朕的心。陛下怎么了？若朕真有应对之策，却要陷你于难，你愿意助朕吗？陛下是子夫的天子，就是子夫的天，能为陛下的千秋大业尽一份力，无论如何，子夫都愿意。好，这几天朕想在你这兰陵殿静思，不要任何人打扰，只与你的琴音作伴。皇后，请容奴婢痛传。皇后，皇后，请容奴婢痛传。皇后金安。魏姬，本皇后是来送糕点给皇上的，你让开。皇上正在歇息，奴婢不敢打扰，还请皇后恕罪。莫非皇上身体抱恙？春玲，去传太医令，我要去看看皇上。诺，你敢拦皇后？皇上有旨，静思期间不许任何人打扰，还请皇后先回。若皇上召见，奴婢自当亲赴交房殿请假。你说什么？别以为你得宠就可以得意忘形，我可是皇上的正妻，我要见皇上，岂是你这个下人能阻挠的？给我滚开！奴婢虽是下人，但皇上是天子，也是奴婢的天。皇上要奴婢守住此门，奴婢绝不能退半步。放肆！滚开！奴婢身负皇命，还请皇后自重。皇后乃后宫之首，应该母仪天下，还请皇后谨遵圣旨，以作表率。等皇上出来，看我怎么惩治你！皇上是天子，也就是奴婢的天。皇上要奴婢守住此门，奴婢就绝不能退一步。奴婢身负皇命，请皇后自重，谨遵圣旨，以作表率。你的女儿，堂堂大汉的皇后，刚才就被他挡在他的门外。你叫我忍，结果我却如此受欺负。你是不是说皇上在兰陵殿闭门不出，连你都不肯见啊？哼，那很好啊。好？怎么好啊？皇上只顾着和那个小贱人同乐，连见我一眼都不肯，还吩咐那个贱人来挡我。这才好啊！真是天助我儿啊！皇上留在兰陵殿不出，越久就越足以构成魏姬魅惑圣上之罪。哼！莫西王下，褒姒灭周，女子祸国，素来是历代皇帝甚为忌防的呀。母亲说的是，这件事情要是让祖母知道，看他怎么收场。哎，你可先别着急，还要忍啊！你现在只管好好孝顺祖母，侍奉在侧。再过几天，让人看看哪一个是贤德皇后，哪一个是妖媚姬妾。到时候祖母自会为你做主的啊！常总管，公主，准备马车。我和君侯用过早膳后，就进宫夜见皇太后。诺。还有，吩咐马奴，马车要绕道，不要经过长信殿。切记，
千万别惊动太皇太后。诺。参见公主。你休假结束来这里辞行的？是，承公主厚恩，许我在藏书阁中沉浸书海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卫青受益匪浅，刚刚看到这卷，不知可否借回宫中详阅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准你随意借阅，以后不需要再问我了。谢公主。哦，对了，你离宫之时，有没有人跟你提起皇上的事啊？皇上？何事？没事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公主，公主急着进宫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？公主特意问了卫青，莫非此事跟姐姐有关？皇上久留兰陵殿，闭门不出，皇太后急召我进宫。前阵，姐姐跟我说，最近先不要去找她，说皇上在兰陵殿议事，不方便让我去。此事一定别有内情，求公主从中斡旋。这件事我自会处理。我此次进宫，就是要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。你担心你姐姐，我又何尝不会担心我的弟弟？没别的事，你先回去吧。不用叫医公，你就煮上次的润肺汤给我喝就好了。快去叫楚公主。诺。你怎么了？我刚才出去前还好好的呢。公主啊，你我果然灵犀相通，才智相当啊！都知道如今是装病最适宜。什么装病啊？啊，母后为皇上闭门不出而急召公主，此时进宫，把人请出来，则得罪皇上；请不出来，则得罪母后，甚至太皇太后。不管得罪谁啊，都没好日子过呀。真是劝也难，不劝也难。还是装病不进宫是最好啊。说起来，都怪那个卫子夫，总给我们惹麻烦。皇上留他在殿中，若他被冠以什么罪名，肯定又会牵扯到我们。如果要说为难的话，我们不入宫，就是违旨，是死罪。更何况，就算那不是皇太后和皇上，也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，怎么能不理呀？哎，公主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哎呀，真是头痛啊！如果头痛的话，你就继续头痛下去吧，我自己进宫好了。哎，那最好呀。这要是出了什么岔子，还有我在外面张罗打点嘛。哎，公主啊，你一个人真的能行吗？啊，一切小心啊，记得用完早膳再起行，不要饿着啊。公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公主抱恙，卫青想护送公主进宫。另外，卫青刚去厨房取了一些款冻花露，让公主润肺止咳。你怎么知道？虽然公主强装没事，但是卫青看到公主一直在咳嗽。你是想随我进宫看你姐姐吧？卫青担心姐姐，也担心公主。好吧，走吧。待会儿进宫后，你马上回建章宫，不可以久留，尤其不要去兰陵殿。可是姐姐有事，卫青想去看一下。你去有什么用啊？如果子夫真有事的话，你凭什么帮他？这件事情关系朝廷后宫，且惊动皇太后，你掺和进去，不但于事无补，反而会令此事更加糟糕，对皇上和子夫都有害无益。好，卫青知道了。卫青护送公主进宫以后，立刻回建章宫，不多说也不多问。那就好，走吧。皇帝连日闭门不出，我昨日召见他都没来，今日又不早朝，实在叫人担心呢。皇上新政受阻，应该只是一时之气，所以才会。一时之气，过这几天也该闹够了。禀皇太后，
马车已备好。走，去兰陵殿。女儿啊，你一直和皇帝亲厚，魏姬又是你一手提拔的，你要想办法把你弟弟劝出来，否则这事让你祖母知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祖母也是很疼皇上的，只要跟祖母好好说明，祖母她也不会。只怕有人添油加醋。魏姬先前与皇后母女风波不断，我听说这魏姬连皇后都敢拦阻，我倒要看看我这个皇太后去，她敢不敢拦？哼，走。段大哥，你回来了，事情办得还顺利吗？一切都很顺利，就是担心你这里的情况。段大哥放心，我能应付的。子夫，皇太后与平阳公主来了。皇太后驾到！参见皇太后，参见公主。都起来吧。谢皇太后，谢公主。皇上多日闭门不出，皇太后担心皇上龙体，过来探视。魏姬，去把皇帝请出来。请皇太后恕罪，皇上不想见人。皇帝连亲母都不见，还是你不让皇帝见？请皇太后恕罪，奴婢不敢。魏姬，宫中谣言已起，说皇上沉迷声色，荒废政事。如若事情闹大的话，只怕会玷污皇上英名。皇上并非沉迷声色，只因朝事不顺，心情烦躁，才会闭门静思。还请皇太后、公主明察。皇帝既是心烦国事，平阳，你进去替亲弟分分忧。皇上这几日胃口好吗？皇上吃得香，睡得好，身体安康，就是怒气未消。母后，以往弟弟心烦，都是食不下咽，睡不康宁，每每要策马出外，奔跑射猎才能舒坦，但如今却一反常态。而且，此人乃跟在皇上身边的七门仆射段宏，此刻却持剑在此。孩儿相信，这该是皇上的安排，未必就是贪恋美色。母后，还是等皇上出来再问吧。我愿意等。太皇太后可不一定就此作罢。太皇太后驾到！参见太皇太后。恭迎太皇太后。都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参见太后。平身。谢皇太后。母后，母后要想见谁，去把他召到长信殿便可，何须移驾到此？多日不见皇帝，再不亲自来巡，恐怕就见不到孙儿了。彻儿是忧心国事，皇帝一心为国，是件好事。但国家大事不能轻率。许昌他们反对推行新政，也只是谨慎行事。皇帝听不进去也就罢了，可是现在居然不上早朝，还久居妃妾殿中，这像话吗？娇儿，你亲自去请你夫君出来，和许昌等众臣子当着哀家的面好好聊聊国事。祖母，上次我要去，被指不自重，这次我可不敢去，怕有损皇后威仪。
伤了皇后的体面。说这话就不失威仪吗？你是我大汉的皇后，大汉后宫有什么地方是你皇后不能去的？诺。好妹妹，先国而后家，皇上乃一国之君，既然已经下了圣旨，不准打扰。如果贸然闯入，恐怕不太好吧？公主是真怕违抗皇命，还是存心包庇假传圣旨之人呢？哼，我差点忘了，此殿的主人不久前还是平阳府上的歌姬呢。既然皇后不能内进，那就让我这个当姑母的长辈亲自进去请皇上吧。姐姐，平阳这孩子做事一向谨慎，他不可能会包庇人。倒是彻儿，他的秉性你是知道的。彻儿闹脾气不出来见人，是他不对。可是这么多人，硬是要逼他出来，叫他如何自处啊？哼，看来要哀家亲自去请了，看谁还要阻拦，谁都不许跟着。秋萍，走。诺。等等。哪来的拦路狗，竟敢冒犯太皇太后！西门仆夜段宏，奉皇室圣谕，阻止任何人进入兰陵殿内室，强闯者斩。圣谕，你知不知道此乃皇上的亲祖母，就是皇上亲临，也需称臣服命啊！啊！无论是谁，臣识君之路，只知死守军令。好，你既然一心求死，哀家就成全你。来人，拖下去斩了！够了！求太皇太后开恩呐！段仆夜确实奉了皇命，并非存心冒犯，求太皇太后开恩！求太皇太后开恩呐！你这个妖女，迷惑皇上，还假传圣旨！来人呐，将卫姬一并拉去处斩！通通拉下去斩了！太皇太后！混蛋都不要！皇上不在兰陵殿。皇帝在哪儿？孙儿在此。参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太皇太后金安。皇太后万安。太皇太后，孙儿离宫，亲自去了河南，查吉案开仓之事。既是查案，光明正大，又何必故弄玄虚？彻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苏母母后，河南太守陈器告吉案，擅发军粮，孙儿深觉不妥，但不想奸臣有机防范。只有假以闭门，暗网查查。朝臣指急案，擅发军粮，引致军心不稳，所以孙儿执意到边防查查，却发现李将军，臣在。你来说。禀太皇太后、皇太后，臣带兵镇守边疆多年，多是本郡征粮。甚至兵将自耕，从未动用经济3合粮草。河南太守陈器诬告吉案，其实是记恨私卖储粮，谋利不成，却罔顾受灾百姓的性命。孙儿已把如此奸佞之徒就地正法了。杀得好！另外，路上查知，济川王刘明称上贡之物受损不能缴。其实私相授受，更杀害欲告密的中尉。孙儿深知祖母仁厚，不忍杀宗族子孙，故派段宏传旨，废弃王位，贬为庶人。不孝子孙，死不足惜呀！难得皇帝仁德宽厚啊！孙儿先前出外视察，也知道有官员
以权谋私，没想到狂妄至此。如今终明白陈契等人为何陈词激昂反对新政，原来是怕新制之下难以与官员疏通，无法中饱私囊。孙儿此次要还吉安公道，更要推行新政，严查所有郡国官员的贪赃之事。太皇太后，陛下，臣等定当尽早商定新政细节，也商讨一下将来军饷的运送。朕觉得，由金鸡供应军粮，免地方重担也是好事。李将军，就请你与众卿下去好好商议。臣等告退。吉安留下。臣在。段宏。臣在。魏姬。奴婢在。堂下3人，一个擅自开仓，一个挥剑犯上，一个隐瞒顶撞，又该如何处置啊？其实都是孙儿。哀家不是问你，是问那个连皇后也敢阻拦，哀家的懿旨也敢违逆的人，是不是3个都该死啊？回禀太皇太后，奴婢以为，一个该赏，一个该放，一个该杀。那哀家问你，谁该赏，谁该放，谁又该杀呢？说！臣以兵刃对太皇太后，罪该万死。臣脚趾开仓，牵连段仆射与魏姬，臣该死。尊，孙儿让魏姬说。回太皇太后，百姓饥寒则不畏死，不畏死则弑君之微莫如，天下乱之始也。吉安虽交之有过，但其放粮之举，抚黎民于水旱之患，止祸乱于未发之前，显皇上以仁德之名，应记一功，功过相抵，该放。那谁又该赏呢？昔日，宋国被楚国围攻，解阳受晋景公之命救宋，不料途中被楚庄王擒获，反要他复宋劝降。解阳假意答应，脱险后却宁死也要从晋君命，而被楚庄王。解阳坚持，承命为信，最终楚庄王赦之，而晋君绝之。今段宏受皇命，背礼而承命，忠君而信诺，该赏。那该杀的，就是你了。兰陵殿闭门拒客，虽是对君上守诺，但欺瞒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却非圣意。奴婢作为臣下，作为晚辈，令2位太后奔波伤神，难辞其咎，该杀。说得合情合理呀，母后。如此说来，吉安是该放，段宏是该赏，哼，魏姬是该杀。祖母，魏姬助孙儿查办奸佞，虽然欺瞒2位太后，却情有可原。好一句情有可原呐！那皇帝的意思是，这魏姬是该赏，更该放了。既然只是情有可原，而不合法理孝道，自然该罚。就罚魏姬1年内不予封号，着令继续学习宫规宫礼，以彰显太皇太后仁慈。
好，好，好，彻儿，那2个人又该如何处置呢？即案开仓赈灾，功过相抵，迁为荥阳令。段宏冒死守命，忠信可嘉，赏金500。你等3人还不快谢恩？谢太后，皇太后，皇上隆恩。